我的高定西装！沈建宏，这桶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二叔，你小点声。别碰我！当初你跪在老灶房门前求我出山帮你做这红皂剂的时候，你是怎么跟我保证的？你说要守住江城老底子味道，可现在呢？这吊汤的灶是冷的，桶里装的是防腐剂和香精，你用这玩意儿糊弄街坊？二叔，时代变了，现在全网都在讲供应链，讲100%工业标准化。你那一锅金汤要用老母鸡猪棒骨慢火吊12个钟头，一碗汤成本就要15块，出餐还慢。可我用这一勺调味膏兑上自来水，1秒钟就是一锅金汤，成本只要8毛钱。你那套手艺就是一堆没人要的垃圾。垃圾？好，我是个炒菜的，我不懂你的资本，但我懂得人活一张脸，锅活一炉气。这灶，老子不守了。沈老师，自谦了吧？大家都是体面人，闹开了对你以后的背景调查没好处。我在这儿干了15年，星海刚创立的时候，第一批社权用户是我通宵一个一个拉来的。我今年才39 ，Q2 考核还是 A。沈老师，公司非常感谢你的奉献，但现在星海需要的是更有拼劲儿、更有性价比的年轻血液。35岁以上的员工在集团的算法模型里，留存回报比已经触底了，这是科学，不是人情。祝你未来有更好的发展。爸，我被裁员了，39岁，上海不要我了，每个月18000的房贷，下个月我就得把房子挂牌中介。红椒鸡，我退出来了，用劣质边角料做的预制菜糊弄人，这亏心钱，你爹我不挣。爸，你甘心吗？你的手艺在他们眼里成了阻碍效率的垃圾，我的经验在他们的算法里成了需要被优化的冗余。凭什么？老子不甘心！凭什么？老子不甘心！锅不热，心不冷，只要这口锅还在，我随时能重新起灶。好，那咱们就自己起灶。大厂不相信眼泪，那我们就用产品力把他们的算法和预制菜神话击碎。爸，你看这个，我们要把你的锅安在上海科技的心脏上，就在沈建宏和那些算法精英的眼皮子底下。我们用最正宗的烟火气砸了他们的场子。很好，一飞，准备起灶吊汤。访客卡，请通行。哟，这不是沈老师吗？大清早的带着老爷子来办离职手续？周金主管，不是办离职手续，而是办场地交接。交接？交接什么？胡闹！沈一飞，你也是公司的老臣了，应该懂规矩。B 区14号档口因为原承包商食材违规，已经被集团拉入黑名单，正在准备重新招标。你带个老头就想插手，你当大厂食堂是过家家呢？沈一飞，听哥哥一句劝，14号档口那是我们宏盛嫌不赚钱退出来的烂摊子，客单价定高了程序员投诉，定低了连冷电料包的成本都收不回。你们两个凑出来的45000块钱，连首月的设备扎架费都不够，还想在这儿起灶？周主管，你跟我谈规矩，那我们今天就白纸黑字的对一下。这是公司星海服务10年以上员工手册第11条第4款，在离职后6个月内申请入驻大厂内部边缘档口，享有免竞标特批权这个条款，且由董事长顾景兰亲自签字生效。你居然用公司的福利来钻空子！这不是空子，这是规矩。周主管，按照规定，只要我的材料合规，后勤部必须在2个小时内完成场地交接。如果你拖延，我有权直接向集团合规监察部提请合规审计。要是审计组查起来，恐怕周主管不好交代吧？沈一飞，你少在这拿鸡毛当令箭！就算你拿到了档口，供应链也是我们宏盛捏着，没有我们的冷宴料理包，你们拿什么出餐？我们沈家做面不用狗屁料包，只要有一口火，有一瓢水，老子就能起灶。周主管，签字吧。行，14号档口给你们，但我把话放在这儿，大厂员工的嘴早就被快节奏和肉油重盐的料理包养废了。14号档口每天的低消标准是200份，连续3天不达标，大厂有权取消你们特批经营资质。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撑过这3天。这就不劳周主管操心了。爸，我们走，去后厨。这叫厨房？连个明火都没有，怎么聚锅气？爸，大厂讲究的是标准化和绝对安全，在他们的逻辑里，明火有消防隐患，人工切配效率太低，但没关系，我申请了高功率的电陶炉，温度能勉强免达到明火的80%。只是这食材供应，孙大德肯定会卡我们的脖子。不好意思啊，沈老板，今天新鲜蔬菜配额满了，就剩这些，爱要不要？爸，别动怒，孙大德想在原材料上逼死我们。
但他忘了江城最大的农贸批发市场凌晨3点就开市了。我卡里还有4万5千块，房贷我可以申请展期1个月，这笔钱足够我们自己去跑供应链。爸，今晚我们去菜市场，把最新鲜的活鱼和雪菜买回来。明天我们做金汤雪菜鲜鱼面。好，一飞，你负责规矩，爹负责灶头。明天爹让这些每天吃苛刻剂的娃娃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汤面。爸，白沙洲这边水深，生面孔来拿货，容易被那些商贩用死鱼冒充活鱼。我们要不还是找洪盛的2级经销商？找洪盛！一飞，你给爹记住，手下人最忌讳就是凑合，舌头是骗不了人的。用死鱼，汤吊的再白也是一股死水味儿。要什么鱼？黑鱼活的3块8，死的2块2，拿多少？老板，你这池子里的鱼，昨天下午喂过催肥饲料了吧？肉是松的，鱼鳃泛白。这种鱼下锅一煮就碎。嘿，老爷子，不买别乱说啊！我这天天都是清晨刚运来的江鱼，怎么就下锅碎了？哼，是不是江鱼你瞒不过我？那池子里没有打阳气，鱼都是青背白肚，尾巴上带着红血丝，那是本地野生网藏养的活黑鱼。老板，开个10成价，那池子里的我全要。行啊，老爷子眼睛够毒的，那是江里刚捞上来的，肉结实，平时都是供高级私房菜的。你要是全包5块5一斤，现杀不退。成交，一飞，付钱，装车。黑鱼60斤，雪菜30斤，上好的大骨和整鸡。爸，这一趟除去车费和菜钱，咱们刚好花掉了3200，咱们现在的启动资金只剩41800块了。如果明天第一天开张流水达不到200份，咱们连下周的柴米油盐都撑不住。一飞，大厂的数字爹不懂，但爹懂一件事，只要你的东西是真的，人心就不会是假的。走，回去起灶。一飞，把猪棒骨砸开，土鸡架下沸水焯去血水。好嘞，爸。36刀，多一刀则碎，少一刀则柴。一飞，看着，机器切预制鱼片，图的是效率，会把鱼肉的纤维切断，冷冻之后吃起来像烂塑料，而爹这每一刀都是顺着鱼肉的肌理斜切，保留了活鱼本身的生命力。汤一煮，这肉才能立得住。喝老汤。一飞，去把风机关小一点。爸，关了风机，油烟出不去。后勤部那边，傻小子，风机开太大，这汤面的魂儿就全被抽到大楼外面去了。大厂的那些年轻人天天吃料理包，鼻子早就被香烟搞麻木了。咱们得用这真金白银调出来的汤香去唤醒他们的胃口。昨晚 Q3 大考的需求又重构了，我已经连续36个小时没合眼了，现在满脑子都是代码在飞。别提了，我那个项目的核心数据被卡住了，产品经理还催着要提测。我现在胃里像火烧一样干呕，连咖啡都咽不下去了。又是预制红烧肉和科技速冻饺子，天哪，我宁可去啃压缩面干。等等，你闻到没有？我操，什么味儿？好香！18块一碗，在这个抢钱的食堂里算便宜的了。但是鱼面，食堂的鱼不都是那种又死又木的速冻8升鱼片吗？黏糊糊的，恶心死了。老板，来碗面，能快点吗？我8点半还要上去开需求对齐会。年轻人，面要现起灶，鱼要现切现过油，急不得。大爷，我们这都是按分钟考核的，迟到了扣绩效。同学放心，我爸的手极快，你可以先坐下，5分钟，保证让你吃上。行吧，要是5分钟好不了，我就退单。一飞，起大火。收到。36刀，多一刀则碎，少一刀则柴。一飞，老汤。下面，落鱼片。金汤雪菜鲜鱼面，起火。这是真正的活鱼，没有一点科技的味道。老板，我想起了我妈，我刚来江城那年，考研失败也是在一个雨天，我妈在出租屋里给我煮了一碗雪菜面，就是这个味道。年轻人，大厂日子苦，胃是肉长的，得好好待他。以后想吃了，随时来大爷这儿。哎，谢谢大爷。哎，李然，你怎么气色这么好？而且你身上怎么有一股怪好闻的味道？去地下1层 B 区14号档口，去吃金汤雪菜鲜鱼面。相信我，你绝对能再写1万浪代码。
得了吧，食堂那些预制菜狗都不吃。排好队，大家不要拥挤，注意并发安全。按照大厂的敏捷开发模式，我们采取先进先出机制。目前我们的后厨吞吐量有限，为了保证每一碗面的服务体验，我们绝不降剂，也不搞预制，请大家保持队列，不要发生死锁。老板牛叉，死锁都出来了，这出餐高爆炸呀！老板，大爷这 CPU 和 GPU 是不是超频了？手速快得像加了缓存。大爷，我是写底层的，只要能吃上这一口，我今天下午给你们10号档口写个全自动排队预约小程序。1、2、3，起锅！面来了，下一位。周主管，你看这2个废物，一天中午的流水怕是要破3000。内网论坛那个帖子我看了，全是自发当水建的。再这么下去，B区那几个跟我们签了冷链独家合同的档口，全得被他们吸干血。急什么？算法是死的，人是活的。大厂食堂最忌讳的就是不可控因素。等他们余用完了，或者出餐速度跟不上引起投诉，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走，过去看看。对不起，各位同学，今天的活鱼用完了，第200碗面刚刚出锅，实在抱歉啊，这就没了，我排了整整20分钟啊！老板加钱行不行？我出双倍，36一碗，求求你再给我做一碗吧！我闻着这香味，手里的外卖瞬间就不香了。是啊，老板，通融一下，用速冻鱼片也行啊，我们不挑。各位年轻人，我们沈家的规矩，不卖死鱼，不用料包，没有活鱼，这锅汤就没了魂儿。今天实在是对不住，凭我们一定多备货。好，有风骨，大爷，就冲您这个坚持，明天我也来。对，吃的放心，明天我早上7点就来排队。爸，咱们今天一中午卖了整整200份，除去成本和买菜的钱，咱们净赚了1800块。3天，只要保持这个热度，下个月的房贷就有着落了。好，好，手艺人只要不丢了手艺，到哪儿都饿不死。让开让开，后勤例行检查。沈老板，这生意不错啊，不过很遗憾，我们后勤部刚刚接到多起员工投诉，你们14号档口涉嫌多项违规，根据大厂后勤与安全管理 SOP， 现在勒令你们立刻停业整顿。停业整顿。周主管，我们手续齐全，合同合规，我倒想听听我们到底违了哪门子的规。沈老师，你也是大厂出来的，应该明白大厂讲的是绝对的合规与标准化。根据风控系统自动拉响的红警，你们14号档口存在3大致命违规，每一条都足以让后勤现在就封了你们的门。哟，3大违规，周主管念出来听听，让我长长见识。第一，出餐效率极其低下，平均每碗面出餐长达180秒，造成 B 区通道人流严重拥堵，这严重违反了大厂敏捷物流人流控制标准 SOP。第二，能耗超负荷，存在重大消防隐患。大厂倡导绿色能效，你们这台大功率电提炉在中午11点半到12点之间，瞬时用电负荷达到了12千瓦，万一导致主变压器故障，损失你赔得起吗？还有最严重的一条，食品安全无法溯源。你们现杀活鱼残留的鱼鳞鱼鳃属于高危生物垃圾，极易滋生大肠杆菌。我们鸿盛餐饮采用的100%冷链料包都是有 QS 无菌认证的，大厂的算法不接受这种不可控安全风险。一飞啊，看在以往同事的份上，沈建宏沈总也给你们留了条生路，只要老爷子把金汤雪菜鲜鱼面的配方授权给我们冷链工厂，鸿盛可以收逼你们为研发顾问，每个月给2万块工资。怎么样？这可比你们在这吭哧憋肚的颠勺强多了。做你们的白日大梦，老子沈国造就是把这口锅砸了，把秘方带进棺材里，也绝不卖给你们这群用防腐剂害人的畜生。2万块，你们沈家的一根鱼刺都比你们的良心贵。沈师傅，你别不识抬举，现在是资本说了算，不是你那口旧锅说了算。周主管，叫保安上前，直接拉嘎封停。我看谁敢上前。周主管，孙大德，你们真当大厂的算法是你们手里随意揉捏的泥胎吗？跟我谈算法，谈数据，那我们今天就用星海科技最底层的数据看板来对齐。第一，关于人流拥堵，周主管，你只看到了排队20分钟，却故意隐瞒了2次消费转化率。数据显示，因为14号档口的火爆 ，B 区食堂原本在中午12点后暴跌至12%的到店率，今天瞬间飙升到了87%。大厂员工在 B 区的综合停留时间
延长了35分钟，这直接带动了 B 区原本亏损的自动咖啡机、便利店的销售额上升了42%。在集团的生态协同效益模型里，14号档口的引流指数是 S 级，你懂不懂什么叫 S 级协同？第二，关于能耗消防，你以为我是怎么拿到这个特批档口的？星海科技暖阳扶持计划入驻手册第3条明确规定，内部特批档口享有独立能耗额度白名单。我们今天使用的2台电临炉，总功率12千瓦，完全在 B 区边缘变压器的入余承载区间内。而且，在大厂的绿色能效风效公式中，因为我们提供的是热时，员工在办公区私自使用大功率微波炉加热预制菜的频率降低了74%，两相抵消，集团今天的总能耗反而下降了3.2%。第三，关于食品安全，孙大德，你跟我谈无菌冷链，那我要不要现在就登录星海内网的合规投诉通道，把鸿盛餐饮过去3个月里在 A 区食堂被投诉吃出头发钢丝全部导出来，直接抄送给江城市工商县局？你手里怎么会有这些数据？你手里怎么会有这些数据？因为我是前社权运营总监，在星海只要是用户产生的数据，在我的后台都有永久镜像。只要我愿意，今天下午2点前，鸿盛餐饮的负面消息就会成为全网热搜第一。周主管，你猜到时候顾董在看到热搜后，第一个要优化的人会是谁？沈老师，有话好说，大家都是同事，何必闹得这么僵呢？周主管，你怕他干什么？我们鸿盛在星海是有合同的，他不过是个被优化的废物，他翻不了天。闭嘴！孙大德，你自己屁股不干净，别连累我。14号档口是合规入驻，所有的指标都没有越界。行政部今天只是例行做一下食品安全宣良，没有任何查封的意思。沈老师，今天是个误会，文控系统的红警我会亲自去后台消除，你们继续营业，继续营业，服务费我们全免。走，都给我走！周生，你这个没担当的人！沈一飞、沈国造，你们行，你们真行！但这顿餐才刚刚开始，周生怕你们那些数据，我可不怕，我倒要看看，没有了活鱼供应商，明天你们2个没用的人怎么在这儿起灶！我们走。爸，今天这一关我们暂时过去了。在大厂里当了15年的官儿，爹今天才知道，我儿子比爹想象的要像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但沈建宏临走前的话不是开玩笑。他在白沙洲和江城做加盟混了10来年，门路多得很。如果他明天真的在供应链上动手脚，让白沙洲市场不卖给我们黑鱼，那我们就真的无鱼可用。爸，他会做初一，我们就会做15。今晚我们做2手准备。第一，我今晚不睡觉，通过内网接口把技术部门几个核心群组的社群通讯录导出来，为明天做备选预备方案。第二，爸，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年跟我说过，如果实在没有鱼虾，有一道古法面食，只要火候到了，就算只有1碗酱油和葱花，也能让人吃得灵魂出窍。你是说古法葱油慢醒面配五谷酱油活汤？对，他们想用没有鱼来把我们逼到绝路，那明天我们就用最基础的葱油，彻底打破它的算法和资本神话。老板，60斤活黑鱼，还是按昨天的标准现杀去鳞留骨。不好意思啊，两位，今天的黑鱼没货了。没货？这满池子里不都是吗？老板，我们不差钱，现在就可以转账。你们就别为难我了。昨天半夜，鸿盛餐饮的孙大德亲自带人把整个白沙活鱼区全打过招呼了。谁要是敢卖1条活鱼给14号档口，以后在白沙洲就甭想拿到1手货源。我一家老小都指着这个摊子活命。两位得罪了，你们去别处瞧瞧吧。爸，这招太绝了！没有活鱼，金汤雪菜鲜鱼面这个产品就彻底废了。明天早上程序员们排队过来，如果我们拿不出招牌，今天刚建立起来的口碑和流量瞬间就会坍塌，内网论坛的舆论压力会把我们压垮。一飞，慌什么？沈建宏以为捏住了鱼就捏住了我的命，他脑子里装的除了下水料包，就只是算盘珠子了。没有活鱼，老子不卖鱼就是了。沈家做了100年的面，难道离了鱼，面就成死面了？跟爹去买红葱头和板油。红葱头，猪板油，红葱头，猪板油。一飞，把油炸捞出来，撒点白糖，那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爸，
您先歇会儿，我来控温。不用，熬葱油1秒钟也离不开人，火候大1分，葱就焦了，汤就苦了；小1分，葱香出不来，油就腻了。成了。爸，这面为什么要用湿布布盖着？这叫慢醒。面条在大厂的冰箱里冻得太久，硬邦邦的没有灵气，用这温湿的布慢腾腾的捂着它，让水汽一点点渗进骨子里，明天这面下锅才能立得住，咬得筋。沈建红，你的算法能算出这红葱头在油里翻滚了多少次吗？唉，今天一定要抢到14号档口的名额，我连早会都推迟了10分钟。我也是，昨晚做梦都是那1汤白亮粘稠的金汤鱼面，简直要了命了！今天不做鱼面了，改做葱油面了。葱油拌面？开什么玩笑？那玩意儿不就是一勺油一撮葱吗？外面5块钱一碗都没人吃，这儿居然要15，贵得离谱吧？哟，沈老板，这小黑板换得挺快啊！二叔，一飞，我昨天就跟你们说过，在这大厂里混，讲的是供应链，没有我们宏盛的冷链配送，你们连一条活鱼的鳞片都摸不着。今天弄一碗光秃秃的葱油面来糊弄人，真当我们星海的员工都是傻子？可不是嘛，一碗葱油面卖15，这简直就是坐地起价。周主管今天可盯着呢，要是员工投诉你们名不副实、价格欺诈，那暖阳计划的特批也保不住你们。沈建红，大厂的员工是不是好糊弄？数据说话。至于价格争议，我们明码标价，手续合规，不劳你费心。你还在硬撑？那我就在这儿看着，看今天谁会当这个出头人，买你们一碗素面。老板，给我来一碗古法红葱油拌面。李同学，今天没有活鱼，你不介意？不介意。我相信大爷的手艺，大爷说这价值15，那他就绝对不是外面的便宜货。小伙子有眼光，今天这面爹不让你白花1分钱。一飞，起大锅下面。好嘞。慢醒的面受热均匀，沸水滚3滚，面骨不软，刚好8分熟。天哪，这味儿！起面，面齐了，再配一碗五谷酱油活汤。李同学，趁热拌匀了吃，面骨最懂火候。好，太好吃了！这简直是绝了的面！兄弟们，别犹豫了，这面绝值15块，不30块我都愿意买。这辈子没吃过这么筋道、这么香的葱油面。天哪，真的假的？李然这小子平时最挑食了，他都这么说，那肯定差不了。滴，收款15元。老板，给我也来一碗，加葱酥。怎么可能？不过是一碗最普通的葱油面，这群每天写代码的技术精英都被香味冲昏头了吗？老板，来3碗葱油拌面，都要加双份红葱酥，打包带走。好嘞，同学你拿好牌子，稍等2分钟。怎么回事？停电了！天哪，我这还付着钱呢，怎么刷卡机也黑屏了？这是定向拉闸。哟，沈老板，这电窑炉怎么灭了？周主管，这电闸跳的可真巧啊！隔壁档口的用电负荷比我们大1倍都没事，偏偏我们14号档口跳了。沈老师，你先别急嘛。大厂用电都是有智能监控的，系统刚刚检测到 B 区食堂14号线路发生瞬时卡脖异常，存在严重的电气短路和漏线隐患。为了整栋研发大楼的服务器安全，我们后勤部必须按照消防安全 SOP 对你们的线路进行全面断电排查。排查需要多久？哎呀，这可说不好。大厂的强电线路复杂得很，走线都在天花板里，少则24小时，多则3、5天吧。24小时 Q3 大考在最关键的时候，我们就指着这碗葱油面撑住。你们现在要排查3、5天，都嚷嚷什么？消防安全大过天！要是大楼因为短路起火，损坏了数据中心，耽误了 Q3 季末交付，这个责任你们谁来负？退后！都给我退后！
沈一飞，我说过，在大厂里，我有100种方法把你折腾到撑不下去。没有了电，没有了火，你这老头手艺再好，还能生吃面条不成？识相的，现在就把秘方卖给我。鸿盛冷链现在就能帮你们特坏复电。沈建红，你拿劣质油骗人，离我远点！没有电，我心也是热的。一飞，面锅还有2桶沸水，用最后余温也得把答应娃娃们的面做完。你别做梦！没抽风和加热，敢私自动火，后勤部就能按消防违规停你执照。不就是没电吗？多大点事儿！兄弟们，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写代码的技术部，后勤部不给电，我们自己补上。我们实验室昨天刚采购了一台3000瓦的大容量工业级户外移动电源，就在21楼。还有，谁手里有野外露营用的高功率卡式炉？技术组的，立刻给我去拿！天哪，李然，你真是个天才！我车后备箱里就有一台岩谷的高功率卡式炉，还有3罐气，我这就去拿。我们组有野外测试用的高亮 LED 强光补光灯，2分钟之内我把这照得跟白天一样。走，去21楼饭店园。你们这是聚众违规，要扣绩效的。扣绩效？绩效算什么？我已经连续工作36个小时了，我的胃今天不答应。周主管，你要是敢拦着，我们技术部200名开发今天集体停工。Q3 系统无法交付的责任，你周生一个人来背。电来了，火来了！卡式炉架好，气罐接上。好娃娃们，今天老头子就算是豁出去了，也一定让你们吃上最香的那口面。一飞，起大火！收到。下面，这里到底在闹什么？顾董，您怎么亲自下楼了？顾董，您听我解释。这14号档口涉嫌严重的消防违规，私自拉接大功率电器，还煽动技术部的员工集体停工。你闭嘴，沈一飞。我记得你 Q2 业务会上，你做过社群结构的汇报。是的，顾董，我昨天办完了离职签字。至于周主管说的消防违规，后勤图在没有给出任何合规检测报告的前提下，对我们档口进行了定向断电。这些设备是技术部为了吃上一口干净的面自发组装出来的应急架构。顾董，他这是狡辩！他们用廉价的葱油面在这里搞饥饿营销，严重破坏了食堂的物价秩序。我说过让你闭嘴。这位师傅，能给我做一碗葱油面吗？这位老板，灶是冷的，但爹手里的面是热的。一飞，起大火，下面。好。老板，趁热拌匀了吃。就是这个味道。20年前，星海刚创立的时候，我和老张租在江城老街的地下室里，每天写代码到凌晨。地下室门口也有一家深夜面摊。那时候老张胃不好，每次加班完，那个老板就会给我们熬一锅大骨猪油，下一碗红葱拌面。老张总是把葱酥留给我。沈老师，我刚在楼上了 HR 发给我的 Q3 人力降本增效报告，那上面说你是因为35岁以上性价比过低而被算法建议优化的。沈老师，我代表星海科技的决策委员会向你道歉。周生，你作为后勤主管，吃里扒外，利用垄断供应链，欺压合规商化，定向拉闸，滥用权力。再给我一次机会！你今天下午不用来上班了，等集团合规部和法务部的审计通知。还有鸿盛餐饮，星海科技会从今天起全面终止与鸿盛餐饮的所有合同，所有冷链预制菜档口限期3天全部撤出大厦。审计部门会立刻核对过去3年里鸿盛在食堂招标中的所有流水和回扣。这不可能！顾董，我们是有合同的。顾景兰，你终止了鸿盛，大厂5万人明天吃什么？没有了我们的标准化冷链，整个星海科技的后勤保障系统在明天就会彻底瘫痪。瘫痪？沈老师，我把星海科技总部的中央大食堂以及旗下全国所有生态链大楼的后勤保障定制权全部交给你，有没有信心把它接过来？顾董，星海的数据后台我比任何人都要熟悉，只要我父亲起造，我就能用最完美的供应链规整，让大厂的每一个程序员明天中午都能吃上一口带着锅气
真正热乎的饭菜。好，孟会长，今天富春楼不营业，不知孟会长大驾光临，有何指教？沈大厨，你那碗金汤面确实在大厂里轰了几个年轻程序员，顾董也一时糊涂，把这楼转给了你们。但你别忘了，这富春楼是江城的非遗地标，按照会里的老规矩，凡是老字号重开，必须在半个月后的江城秋季美食大赏上，通过协会的盲测，收回富春楼的招牌。盲测？对，盲测。盲测的命题是本味排骨。沈大厨，江城最顶级的生态走地猪肉和江汉平原的纯天然粮油，9章都由我们玉鼎基金旗下的供应链掌控。没有我们的特级食材，你拿什么去跟会里那些几十年的老馆子斗？我劝你们老老实实把富秦楼的一半股份折价卖给玉鼎，大家合伙做冷链加盟，要不然半个月后这招牌你们连捂都捂不热，就得给我摘了。孟华，你回去转告玉鼎那帮精明算计的人，我沈家的灶头只敬天地，不敬资本。一块普通猪肉也想卡住我的路？半个月后，我用最普通的山野食材，照样把你们那些靠添加调味堆出来的高档菜比得彻底服气。好，有骨气，沈国造，这可是你自找的。半个月后，我倒要看看你这只剩一条能动的手臂，怎么在这无油无肉的废墟里起灶。爸，你的手臂。喂，一飞，孟华说的对，他们垄断了江城最好的生态猪肉，没有好板油和上等雷牌，我们确实做不出顶级的本味排骨。供应链这块，大厂那一套数据管用吗？爸，大厂运营交给我最核心的一件事，就是去中心化架构。玉鼎集团垄断的是连锁商超和白沙洲的头部批发，但他们卡不住那些散落在大山里的个体农妇。今天下午，我就会亲自带队去跑这些农户。我们要在大别山处为富川楼建立一套绝对干净、不经过任何资本冷链的物理附中深华微型供应链。爸，您负责把伤养好，这地基我来帮您扎。好，我有子如此，这富春楼的老灶说什么也熄不了。沈老板，前面就是刘家老了。这山里养黑猪的统共就10几户，都是吃红薯藤和酒糟长大的本地土猪。不过，玉鼎集团的人昨天下午就开着越野车进山了，他们手伸得长，怕是早就盯着这片山头了。去看看，大厂的红海战役我都打过，不信在这大山里，资本能把每一片叶子都买断。刘村长想清楚了，签了这份收购协议以后，村里的猪我们全包了。虽然收购价比市价低2成，但胜在稳定。要是今天不签，玉鼎的冷链车以后绝不进刘家屋半步。你们这些猪就等着积压在圈里卖不出去吧。这玉饼的经理2成也压得太狠了。黑猪要养足1年，光是精饲料和谷糖成本就不便宜。你们这么压价，我们连本钱都收不回啊！刘大叔，市面上的预制菜工厂都是这个价。时代变了，散户不跟资本合作就没有出路。签吧，别耽误大家时间。这合同刘家傲不能签。你是谁？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我是富春楼的沈一飞。刘大叔，我是沈国造大厨的儿子。我今天来是代表富春楼来跟村里谈去中心化合伙协议的。富春楼，沈国造，你是沈老爷子的后人。当年沈老爷子在大别山收过黑猪，最讲信用，从不压我们1分钱。刘大叔，您还记得我爹，这事就成了一半。沈一飞，你少在这儿大放厥词。富春楼不过是一栋快撑不下去的旧木楼，拿什么跟我们玉鼎的万吨冷链拼？大老远运回江城，没有冷链车，你们的猪肉在半路就得变质。冷链标准工业化，你们那一套在大厂管用，在大别山行不通。第一，关于价格，富春楼承诺以高出市价2成的价格，全额收购刘家傲合格的散养黑猪，绝不压价。合同期为5年，资金直接打到农户个人卡里，省去所有中间商抽成，高2成。第二，关于物流，我们不需要你们玉鼎的万吨冷链，我已经联合了星海科技的物流部门，通过点对点微型保鲜箱的短途直达，
从刘家药出栏到凤青楼厨房，全程不超过5个小时。沈老板，这合同我们签了，我们信得过沈老爷子的后人，信得过这白纸黑字的真心实意。刘大叔有眼光，回去转告孟华，他的资本算法能买下白沙洲，但买不下人心。富春楼的肉明天就会到江城。沈国造啊，沈国造，你这老骨头真不中用了吗？沈大厨，锅是热的，骨头可不能冷啊。何老哥，您怎么来了？坐着别动。10年前你用一碗砂锅猪肚汤救我的命，今天听说你要重启富春楼的老灶，我这老命自然得来给你保驾护航。你这是常年控火、冷热交替落下的寒湿病阻症，我今天针灸给你调理，虽然有些痛，但保你半个月后右臂能重新使上劲。好，何老哥，只要能让我半个月后掂得动这口铁烙，什么痛我都受得住。忍着点儿。爹，我回来了。爸，你这手……一飞，爸没事儿，把这新鲜的板油练了。何老哥，等我这一条右臂恢复，我第一个给你起灶做一碗古法本味排骨。快看，那是玉鼎集团的展位，居然全是全自动炒菜机和无菌冷链展示，简直就像未来的科技工厂。相比之下，角落里富青楼的展位也太寒酸了吧，连个像样的冷柜都没有，就一口黑漆漆的旧铁锅和几个陶罐，这能行吗？孟总，一切都安排妥当了，第一关的食材准入，保准让他们卡在开火前。沈大厨，请等一下。根据大赏食安合规条例，所有参赛食材必须具备 QS 认证。你们这排骨没有玉鼎供应链的电子防伪签，属于违规私宰肉，现在予以查封，取消富青楼的盲测资格。查封？取消资格？我这是大别山养足1年的纯良黑猪，刚出栏不到5个小时，肉上还带着活气，你们睁着眼乱说这是来源不明的肉。老爷子，我们只看章不看活气，没有 QS 和玉鼎的溯源码就是不合规。请等一下，食安局的同志，你们要的溯源在这儿。这是新海科技为大别山农户特开发的区块链冷链直连协议，里面不仅有刘家命黑猪的大别山原产地地理标志，甚至连今天运送这批肉的货车 GPS 轨迹，全部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了秒级实时溯源，且数据永久不可篡改。这套由大厂技术背书、官方联署的去中心化溯源标准，比玉鼎那张用油墨打印的冷链直防伪高级了整整3个时代。如果你今天非要查封，没问题，但请你现在就在媒体的镜头上签署这份否认区块链国标食安追溯效力的责任判定书，你敢签吗？既然有国标区块链追溯，那就算合规，我们走。好。爸，可以起高了。慢着！爸，怎么了？水里有害。有害？不是食材问题，是超标的氯味和漂白粉味。太下作了！一飞，慌什么？爸，这是寿春堂的何寿春老哥昨晚连夜派人送来的，这是大白山深处寿春堂药膳专用的龙胆活泉水。何老哥当年救了我，今天这水就是富强楼的底盘。一飞，大火炼板油下排骨。我的天哪，这味儿，这才是真正的排骨香啊！怎么回事？我光是闻到这香味，嘴里的唾液腺就不停分泌。快看富强楼那大爷的手，颠勺的速度也太惊人了吧！哼，不过是粗鄙的手中作坊，连起码的无菌指标都没法量化，也敢拿到大赏来献丑。这味道，肉，快尝肉！这是绝了呀！我在这行干了40年，天天吃那些无菌冷链、真空熟成的所谓高档菜，我都快忘了一头真正活蹦乱跳的猪，一锅在烈火上翻滚过的骨头，到底该是个什么味道了。
太好吃了！我想起我小时候在乡下外婆家，过年炖年猪汤时在土灶上熬的那锅汤了。对，没有那些杂乱刺鼻的香精味儿，喝完这汤，嘴里一点都不干，浑身暖和的像是在晒太阳。不，这不可能，有问题，这绝对有问题！我们预定的黑麦熟成排骨是通过了 AI 最完美脂肪比测算的，怎么可能输给一碗连标准都没有的跑粉汤？会里有规矩，没有标准工业化供应链支撑的菜不能进入非遗地标。梦华，你口中的标准不过是扼杀味道的锁链罢了。顾董，您怎么在这儿？孟会长，你跟我谈算法，谈标准化，但我今天要代表星海科技5万名程序员，代表江城1000万个未代，在这里告诉你一句大实话：算法确实能帮我们把一碗汤的成本压到极限，但算法更不知道什么叫尊严与温度。这5万个在雨夜里拼命的年轻人，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胃是肉长的，不是龟鸡的。他们需要的是一碗带着炉火温度、带着手艺人真诚的老汤，而不是你们冷店工厂里生产出来的标准化料理包。胃是肉长的，不是龟鸡的。好，胃是肉长的，不是龟鸡的。真行，沈大爷真孟会长，大厂的技术确实只负责逻辑，但很不巧，昨天夜里在供水管网监控后台抓到了你们安排人员干扰富清楼供水设施的完整视频，你涉嫌危害公共卫生安全和商业安全违规，现在执法人员就在门外。不要！快点，后面的不要挤，按照分布式建奏。我们1楼堂食，2楼自提。沈老板，今天有金汤鲜鱼面吗？有，黑鱼今天早上刚从大别山野生湖运过来，活蹦乱跳。想吃葱油面的，去2号柜台自提，先进先出。一飞，火头再大点儿，老汤开了。沈师傅，面太香了，再给老张再给我上一碗古法葱油拌面，多加葱酥。好嘞，顾董您稍等，老灶红着呢，面马上来。